你知道印度有个地区曾经被葡萄牙殖民整整450年，这里的建筑、宗教，甚至日常生活的节奏都跟你想象中的印度完全不一样。而当葡萄牙料理遇上印度香料，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这里是印度最出名的嬉皮聚落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嬉皮旅人为什么选择在这住了下来，把这里打造成理想国？他们过的又是怎么样的生活？晚上他们派对，直到凌晨4点都还有海边的 party。这里到底是追求灵性放松自我的天堂，还是逃避现实的美丽幻梦？今天我就要带你走进最不像印度的一个邦——果阿邦，看看这群现代嬉皮是怎么样过生活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喽！今天就让我们从普纳启程前往果阿吧。普纳火车站果然也是没让我失望，一如既往的超级多人。就是月台中间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穿过去的，然后他们会在那边进出货物，会去显示说这台车厢的号码是多少，它的车厢号码是 H1， 对吧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，这边停靠的不一定会是 H1， 我上次就被骗过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有标，但是并不多。哦，车子来了，带哦，要搭头等舱了，哎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，果然还是不准。这个歌已经挂上去了，什么意思？挂一下，练一下身体嘛。来了，头等舱我来了。也有头等舱的一天，这个 A1234，哇，超大的哎！天哪，尊爵不凡。我是 upper bed， 所以我会是这个位置。看这里的厕所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啦。有没有比较大？啊，这边可以洗澡 ！Oh my god， 我惊呆了！这个洗澡要钱吗？啊！我受到了惊吓，这居然是可以洗澡的吗？就在我身后这边有热水器莲蓬头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哇，有被惊讶到，酷！厕所看起来就一样啦，一样，也没有比较大或比较小，差不多。这个车厢最大差别。第一个，它是有房间的，就像这样房间。如果是2等车厢的话，左边是上下铺之外，右边这一侧的走道还会再有睡觉的地方。就我上一次坐来那个普纳，我就是睡在走道的上铺。外面看一下，里面它有一个门，然后这边也有窗帘。那跟我一起睡的是一个家庭。这个头等车厢的床啊，比一般2A 的床来的宽。那它大概会比2A 的车子贵大概30%到40%。但是呢，这不是你想买就能买，因为它非常长途的车才会有这种包厢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它通常就只有1节或2节，所以呢，你也很难买。为什么要去果阿？其实早在葡萄牙人进驻之前，果阿就已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。直到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抵达果阿，不久占领该地，打压当地的印度教徒及回教徒，使当时多数人改信天主教，让这里形成了不同于印度的独特民族文化。自1510年开始，果阿就被葡萄牙统治整整450年，直到1961年印度出兵收复，葡萄牙人甚至还晚于英国人离开印度。而与此同时的西方，嬉皮运动正在运作。一本有名的《在路上》一书奠定了嬉皮们的生活形态，穷游，前往神秘的国家，探索精神上价值。1968年，披头士前往印度寻找灵性，奠定了嬉皮们的旅途目标——印度果阿。于是，一大群理想主义青年从欧洲各个城市出发。他们没有钱，所以沿路搭便车或是公车，途经中亚，跟着古代的丝绸之路前往东方，穿过尼泊尔、加德满都，最终抵达到印度果阿。他们都是为了寻找爱与和平，以及自我内在精神价值。即便在2025年，属于嬉皮的年代已经逐渐退场，但是嬉皮的精神还是保存在果阿的海边，并且持续进行当中。早安，狗啊！
我现在发现这边的看板竟然是电子荧幕哎，这里看起来挺不错的耶，而且这个摊贩也太早开门了吧！我还有发现这边的椅子比较多，因为其他的车站是没有那么多椅子的，大家都睡在地上，但是还是很多人睡在地上。哇，这里居然有一个高级休息室，单人座位的话是50块2小时，合台币大概10几元。现在在这个城市里面有点小乡村的感觉，路上没怎么听到喇叭声，觉得有点神奇耶。我要先从这边坐车到偏景，不过这里的人呢，上公车的时候都不会推推挤挤的，我觉得感觉还蛮好的。我到啦，现在人在果阿的旧城区，主要的道路上呢，左右两侧都是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，都是当时葡萄牙在这里殖民的时候所建设的大教堂。在去到果阿的海滩之前，我必须来逛逛旧果阿。这座红褐色外墙、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是旧果阿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——圣方济沙乌略圣殿，一座已经经历400年的圣殿，同时也是亚洲最主要的天主教朝圣地之一。它的存在是为了纪念一位远渡重洋的传教士。400年前，他从葡萄牙出发，横跨半个地球，将信仰带来这片土地。而如今，他的遗体依然被安放在这里，也成为了信徒朝圣的核心重点。圣方济沙乌略啊，从很早的时候就决定要努力的传教，所以他就离开了葡萄牙，来到当时被葡萄牙殖民的果阿。那他同时呢，也就是有上书，就是教廷说开立一个宗教法庭来惩罚还保有印度教习俗的基督徒。他在果阿的时候有建办学校啊，创建医院啊，并且学习当地的文字。后来呢，他又跑到了日本去进行传教，在日本传教没有那么顺利，所以他后来又前往了中国，但是不幸的在中国病逝。那结果没想到他病逝之后，他的遗体被埋在那边，过2-3个月挖出来，发现竟然完全都没有腐化。这件事情呢，被视为了神迹，所以他的遗体呢又被带回来了果阿这一座教堂。在教堂进去的右侧呢，就是它的圣处。那它是一个非常大，像棺木一样的盒子，然后两边呢就是装饰满了精致的巴洛克风格的木雕，上面有非常多的小天使。他在天主教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对于亚洲的天主教发展也是影响深远。所以其实在各地呢，也都可以听到圣方济沙乌略命名的建筑或者是学校。在我身后啊，就是果阿的修道院跟教堂群了。目前啊，都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喽。而在圣方济沙乌略圣殿正对面，也有一座纯白色的教堂——圣凯瑟琳主教座堂。它是为了纪念葡萄牙人征服果阿而建，献给他们的守护圣人圣凯瑟琳。相对于红砖色的圣殿，这座洁白的建筑也是葡萄牙殖民留下的另一种精神象征。另外特别的是，这座小祈祷厅听说曾经发生过灵动现象，所以现在锁起来了，不让人家进去哦。我们要来吃果阿菜了。Hello， 来到果阿，当然不能错过葡萄牙式料理跟印度料理的结合，就是果阿的海鲜塔里。哇塞，也太丰盛了吧！这是我点的鱼塔里。各式各样的料，总算不是素食的了。这是我额外点的果阿风格的海鲜，我选择了蒜头奶油口味。因为果阿靠近海边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用很多的鱼来做咖喱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们的咖喱啊，跟其他地方有一点不一样，他们会加上葡萄牙人引进来的醋，所以它会比较酸辣哦。先来，这个东西太多，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。先来吃吃看。这边的咖喱是酸的，而且呢会辣。
这个辣呢是辣椒的辣，还有加了椰奶的香味。印度北边的咖喱很不一样，印度北边的咖喱都是会以蔬菜跟乳制品为主，但这边是用的是椰奶哦。炸过的鱼，你看这个，这看起来也是鱼肉哦，胶质的部分，这应该是乌贼之类的。这是贝壳、蛤蜊。这个是素的，这是豆子，这是虾米，奶油蒜头乌贼，这一份340，这一份350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呢，不到台币300块哦。我觉得在这种天气底下，就很热的天气底下，你吃这种浓郁口味的，但是带一点酸辣，就忽然之间又变成相当解腻。这是他们的另外一种饼，是脆的，这个超好吃的。我自己是超爱这个甜点啊，吃起来很像是有玛莎拉口味的米布丁。我全部吃完了。我发现印度越往南真的越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人口密度变稀疏了，整体城市的氛围也比较悠闲，真的差很多。这一栋是他们的图书馆。进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图书馆好了。整个图书馆的走廊啊，有很多雕塑，那大家就在这边休息。好像没看到有人在读书哎。这座果阿州立图书馆不只是印度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，它创立于1832年，还是由葡萄牙殖民政府设立。现在这栋建筑有6层楼，馆藏超过18万本，还收藏了许多16到17世纪的珍贵手稿。看一下我这个书，贾博士的传记。这个是怎样？这个又是啥？是什么鬼故事吗？类似宝莱坞电影封面，这该不会是言情小说吧？有帅哦！哦，他们借书要用这个借书卡，有没有很复古？你们还记得这种东西吗？就如果你常常借书啊，你在这边一直看到同一个人名字，然后你就会爱上他，就会想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现在才发现呢，就是这种公共设施是要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才会有的。我好像在台湾都实在是太理所当然了，因为我从小就去图书馆，去的超级习惯。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注意说我去旅行的地方有没有图书馆。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，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去参观人家图书馆，是一个蛮特别的感觉。而在图书馆对面是拉丁区，一个看似时空穿越的地方。红瓦屋顶，鹅黄色、粉蓝色、粉绿色的墙面，带有铁花栏杆的阳台，墙边的小圣像与十字架。每一栋老房子都像从故事书里走出来，带着19世纪的回忆与异国的浪漫。而这里也成为了观光客来果阿的必打卡之地。不过，随着游客蜂拥而至，许多居民也不堪其扰，悄悄地挂上了请勿拍照的标志。啊，这户人家也太漂亮了！虽然上面都挂满了不可以拍照的牌子，但是大家还是照拍。葡萄牙政府呢，希望可以在这边造一个新的城镇，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葡萄牙时期的建筑物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是蓝色的话，就代表它是天主教的建筑物；如果是黄色的话，就是政府机关的建筑物。这边房子啊，不只是彩色的之外啊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小花园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，整个氛围啊就看起来很温馨、很可爱。刚才跟那个哥聊天，他说他是本地人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葡萄牙裔的。然后我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他竟然跟我说他叫 Adeline Afonso。我说哇，这个名字是葡萄牙文名字？他说对，因为当时呢，这里被殖民统治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要求取葡萄牙文的名字，实在是太热了，最后还是受不了，在那边休息一下。我点了一个柠檬汽水跟
焦糖布丁，它焦糖布丁送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送错了。你看一下长什么样子？你这样有没有搞错？也太厚实了吧！这个是葡式的焦糖布丁哦，好像蒸蛋哦。它比较像什么？我想不起来。有点像豆腐的质感，它比较扎实，但是又不会到太老，不会到太干，吃起来的可以闻得到蛋香。好爽哦！把旧果阿该逛的差不多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前往果阿的海滩喽。这里真的很乡间呢，还不错哎，就乡间，但是不会很落后，可以。而且这旁边就是海边了。酷，这个树林里面有电影哎，超酷的！哇，这一整排都是 bar 哎。Dream Hostel 在这，看起来超像荒废的。Hello. Sylvia. Yes. Just give you a passport. You are local or not? Oh, I'm from Mumbai. Oh, from Mumbai. Yeah, Oh. I've been here for 7 years. 我到青旅了，洗好澡，今天真的有够累的。这边就是搭着一个茅草屋，旁边挂了非常多的曼陀罗的画，大家就躺在这个沙发上，半死不活的在用电脑、抽烟，感觉超爆糗。今天背着12公斤的行李，在旧果阿玩了一整天，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果阿的嬉皮文化到底长什么样子，那就等明天才能知道咯。今天是我人生求道的第27天，我总算到达了嬉皮村的大门，但在进去之前，先体会了一下被殖民450年的印度旧果阿城，好吃的酸辣果阿式咖喱，葡萄牙风格的布丁，还有充满异国风情的小镇街头。我学到的是，一段历史会留下建筑、语言与味道，也同时留下了人们在伤痕中活出新的样子。果阿虽然在印度，但它像一块特别的漂浮地，一脚踏在过去的殖民记忆，一脚也踏进了自由的新时代，像一个不属于时间的梦，静静地躺在印度西岸海风里。我是彩玲，现在在印度独自升级，我会持续旅行，直到绕地球一圈。记得订阅追踪我，我会继续把沿途的故事还有旅途上的好运，通通带回来给你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